各位 C-suite 的高阶主管们，大家好，我是 GSN Channel 的首席科技基础设施战略分析师，欢迎来到 AI 将领系列深度解析的硬核深浅篇。作为前面几集的落地延伸，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极度现实的主题：企业算力采购的残酷真相。老实说，现在很多高层一听到企业要导入 AI， 第一直觉就是去抢 H1100伺服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战略盲点，盲目的把大笔资本烧在 H1100丛集上，往往会演变成一场财务灾难。所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趋势，我们要直接切开伺服器的机壳，拿着硬体规格表，为各位进行一场最冷酷的资本支出与硬体审计。真的，请把简报上这句话直接印出来，贴在你们的董事会墙上。训练 AI 是研发新药，推论 AI 是量产感冒药，这两者的硬体成本完全是两个世界，可以直接从10亿美金的规模断崖式降为成几十万台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训练市场已经变成少数科技巨头的寡头游戏，而推论市场才是千万家企业真正要掏钱能产生实际商业价值的生死战场。好，今天我们的硬核解析会快速扫过几个关键。第一， AI 算力 M 型曲线。第二，解码 MFU 沟通税。第三， CIO 黄金采购公式。接着是 TCO 与毛利边界。第五，企业级409的谎言。最后带到算力版图的生死切割。我们直接进入第一单元 AI 算力 M 型曲线，先从物理底层来解构。我们必须先搞懂一件事，训练和推论在物理层面上有着天壤之别。训练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梯度的暴力同步，几万张显示卡必须在微秒等级的极限时间内互相传递资料，只要有一张卡慢了，全场停摆。所以训练的瓶颈是深不见底的 I/O 与网路频宽，这绝对是个重资本的深渊。相反地，推论的本质是一场记忆体容量与频宽的平原战。你的模型已经训练好了，现在只需要把它载入 GPU 的 VRAM 里。这时候，普通的 PCIe 插槽就能搞定，只要 VRAM 够大，相对便宜的伺服器也能产出极佳的效能。接着进入第二单元，这也是很多高层最常踩坑的地方，解码 MFU 沟通税。我们来看看1900万跟1亿台币的真实差距。想象一下，假设你的团队要用1000亿 tokens 去训练一个70B 的模型，大约需要23000个 H100 小时。现在你有两个选择。方案 A， 我们按部就班花2个月搞定，只需要买2台 H100 伺服器 ，Capex 算下来大概1900万台币。但如果今天大老板拍桌子要求2周内给我上线呢？这就是方案 B 的急行军。听好了，把时间缩短为1/4，你买的硬体绝对不是简单乘以4而已。为了克服卡片之间的网络塞车，您必须一口气买到9台伺服器，还要配上极度昂贵的顶级 InfiniBand 交换机，您的资本支出会瞬间暴增到将近1亿台币。为什么成本会这样暴冲？这完美揭露了算力市场的残酷真相。MFU 也就是有效算力利用率，很多人天真的以为买2倍的卡速度就快2倍。大错特错，在大规模的 GPU 丛集中，存在着一笔极度昂贵的沟通税。当您的丛集越扩越大，卡与卡之间互相传递确认资料的时间就会跟着暴增。45%，各位，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数字。当你从8张卡扩展到128张卡的时候，你的 MFU 会从60%直接暴跌到45%，甚至更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花了一大笔钱买了128张卡，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在做真正有意义的运算，剩下的一大半全都在空转，等着数据过桥。所以，时间的压缩是用指数级的算力折损与新台币硬生生堆出来的。买更多卡绝对不等于更快，这是掌握基础设施的人才懂的特权知识。搞懂了成本陷阱，第3单元我们来谈谈 CIO 黄金采购公式，教你精准量化 VRAM 需求。
外面坊间一堆文章告诉你，算力需求要乘以10倍来买。拜托，那是微软、Google 他们从零开始训练模型的玩法，那不是我们一般企业真实 Capex 战场的游戏规则。请记住画面上这2条黄金法则。如果是做 PEFT 微调，模型规模直接乘以4，就是您需要的 VRAM。如果是做推论，用 INT 8量化，规模乘以1，再加上20%的缓冲空间就够了。我们直接拿 70B 模型来套公式，微调算出来需要280GB， 也就是说，一台插满8张 L40S 的伺服器就是安全的启动线。更精彩的是推论，算出来大约需要84GB。您表面上看起来，那我买2张48GB 的卡，刚好凑满96GB， 够用了吧？错了，如果你公司的 AI 需要分析一份上万字的财报或合约，剩下的 VRAM 空间会瞬间被 KV Cache， 也就是上下文缓冲给塞满，模型会直接当机断句给你看。所以正确的企业配置应该是3张 L40S， 把总容量拉到144GB， 那多出来的60GB 就是确保您的 AI 在处理长文本时绝对不会崩溃的保命符。第4单元，我们转向财务视角，谈谈 TCO 与毛利边界，也就是基础设施的天花板。很多高层都会问 ，NVIDIA 新的 Blackwell B200 都出了，为什么我们企业还在买上一代的 L40S？ 答案非常残酷，因为你们的基础设施根本撑不住。B200 单一机架的耗电量高达120 kW。这代表什么？代表它会直接烧毁您公司现有的传统大楼气冷机房。为了一台伺服器，您必须把整个机房打掉重练，去建置极度昂贵的直接液冷系统。这是一场只有云端巨头才玩得起的基础设施军备竞赛。相对的 ，L40S 是传统气冷友善的，插上您现有的大楼伺服器，马上就能跑。身为财务长或 CIO， 在评估 TCO 的时候，请死死盯着画面上这个数字 0.1。传统气冷机房的 PUE， 也就是电力使用效率，通常都在 1.5 以上。如果您砸大钱改用液冷，可以降到大约 1.1。PUE 只要每下降 0.1， 1年就能为一台 10kW 的推论伺服器省下好几万块台币的电费。这听起来很诱人，对吧？但是建制液冷的初期资本支出高得吓人。对于 CIO 来说，摊提下来这3年的总体拥有成本是一个极度沉重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功耗低可以直接沿用现有机房的 L40S 才是多数企业在毛利边界挣扎时的战略救生圈。这就引出了第5单元，我要特别严肃警告各位的企业级4090的谎言。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声音，为了省钱，建议拿消费级的 RTX 4090游戏显卡来拼凑推论机房。账面上的算力数字确实很漂亮，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随时会引爆的谎言。为什么？因为它缺少了一道生死攸关的商业防线 ECC 记忆体。请各位不要把它当成什么枯燥的工程学术名词，这是实实在在的企业风险控管。听清楚了，当你的 AI 系统在推论长文本或执行复杂任务时， GPU 记忆体里面只要发生一次单一微小的 bit flip， 也就是位元翻转，如果您没有 ECC 修正，下场就是您的 AI 系统会在您的重要客户面前当场失去控制，开始疯狂胡言乱语，产生严重的幻觉。你想想看，系统当机1小时，或是客户对你公司信任的彻底崩盘，其代价是不是绝对远远超过你买几张 RTX 4090省下来的那点小钱？我们买 L40S 买的是什么？买的从来就不是极限效能，买的是企业级别的稳定性与安心感。最后第6单元，我们把视角拉到最高，来看看算力版图的生死切割。
为什么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谈推论市场？因为 Agentic AI 带来了极其可怕的陈述效应。想象一个自动分析财报的 AI agent， 它在背景可能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会自我反复呼叫，狂刷500次以上的推论。这种算力需求是几百倍在爆发的。面对这种量体，业界最终的解答只有一个：混合式 AI 架构。在您的总部机房部署相对便宜的 L40S 作为地端护城河，处理核心机密资料与 RAG 过滤，只有在遇到极限的复杂推理任务时，才把去识别化的安全资料丢给云端的 Google Gemini 这种超大模型去算，这才是完美平衡 TCO 与资料安全的终极战略。而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谈的这条 M 型曲线，其实完美对应了当前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的晶片禁令正是精准地沿着这条曲线劈下去的。他们严格管制 H100 与 B200 这类顶级训练卡，这等同于直接没收了竞争对手从零打造基础大脑的研发权。但是他们对推论卡 L40S 的管制却相对宽松，这导致了一个充满史诗感也极其残酷的历史性分裂。未来，美国将继续垄断大脑制造商的神级角色，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买 L40S， 成为替大脑部署应用的推论代工厂。对算力落后的恐惧，硬生生撑起了硬体产业的黄金10年。而大国之间的博弈，正用着这些冷冰冰的晶片规格，无情地划定未来的全球权力版图。看完了今天这份硬核的财务与硬体拆解，身为企业最高决策者的您，现在必须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您是在签下的每一笔采购单，是在为企业建立真正能创造价值的算力护城河，还是只是盲目跟风，把宝贵的资本烧在那些连您家机房都无法冷却的错误硬体上？希望这次的深度解析能为您的基础设施战略带来最清晰的解答。好好思考一下吧，我们下次见。